考上好大学，找个好工作是个巨大的陷阱。我虽然享受了高考的红利，但我还是觉得那是个大陷阱。做题家基本上全沦陷了，我前几年也在里面沉沦。这里面隐藏着几个非常危险的思维定式。第一个，认为好大学等于好工作，显然不是啊。生化环材、食品工程有啥好工作？第二个，只知道找工作，永远不会想着说自己去创造工作，比如说自媒体或者创业。第三个，以为工作都得人来干 ，AI 说你们人类差远了。第四个就是以为自己在大学里面学的知识很有用，实际上呢是连 AI 都嫌弃的旧知识，跟社会严重脱节。第五个就是毕业了就不再学习了，这个是通病，不读书了等于不读书了。我也是花了好几年才慢慢的从这些坑里面爬出来，怎么做的？纯靠自学。你可以理解为卷，但是没办法，你必须学啊。那关于高效的自学和产出，最近我有一个很棒的收获分享给你。现在 AI 带来一个大问题 ，token 泛滥，文凭和文字都贬值。那我们应该去哪里学习前沿的、有用的、准确的新知识呢？因为大模型预训练的都是旧知识，它几分钟就能给你输出几万字，因为幻觉它还不一定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被迫的在垃圾堆里面找美食。AI 输出的是 token， 我们输入的是头疼。治头疼的药我找到了。这个其实就是解决两个问题，第一步就是去哪里找有用的、前沿的、准确的新知识，第二步就是怎么快速的吸收内化。AI 有强化学习算法，他们进化老快了，咱们也得进步，就先从这两步开始。第一步去哪找？不是论文啊，论文离应用还是太遥远。答案就是行业峰会或者 top 大厂年度峰会的直播 PPT， 这里面有行业最前沿的技术成果，而且肯定有实际的应用案例，还有未来趋势的判断，甚至还有跨领域的碰撞。而且这些直播 PPT 里的内容是高度凝练加可视化的，图表、数据、关键点都帮你总结好，而且每页的信息量都爆棚。目前就算那些 AI 工具联网，它也搜不到这里的知识。你平常刷到的软文或者说视频，它只是传递一个新闻事件，它不会给你传递新知识，你也找不到人问，那就只能看看热闹。现在不一样了。第二步，怎么快速的吸收内化？很简单，直接截屏问 GPT 问 Gemini 都可以。给我详细介绍一下这一页 PPT 的内容，分别按照专业版和通俗版解释一下里面出现的专业术语，或者说你多页 PPT 一起丢给他。现在的 AI 视觉理解能力超强的，它不仅仅是识别图片里面的文字，像 PPT 里面出现的一些逻辑关系、数据图表的结论，它都知道。视觉理解加深度推理加长上下文窗口，现在的 AI 你让它解读各行各业的 PPT， 那都是小菜一碟。像上个月华为开发者大会的直播，很多深度的技术细节，说实话我真不懂，我就截个屏甩给 Gemini， 分专业版、通俗版给我解释一下，看不懂的我再追问，它一定会逻辑清晰的给我讲明白。我当时对大模型的跨卡通信的概念不太理解，我就提出了一个复杂的假设案例，然后让它再详细的解释一遍。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，里面涉及到很多步的逻辑推理，这里我又要吹一波 Gemini 2.5， 真的很强。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理解是否透彻，那你就把你自己的理解发给他。我是这么理解的，你怎么看？当时我把自己的理解发给 Gemini， 他说你的比喻简直是点睛之笔。这个就是 AI 给我的及时正向反馈，这也是用 AI 高效自学的快乐，你试一下就知道了，真的很爽。好，用 AI 解读行业峰会的直播 PPT 是吸收前沿知识的最快方法。如果你们行业没有峰会，那你们公司内部的 PPT 报告或者网上的研报也一样的，这个方法一样适用。吸收内化之后就是知识管理和产出。AI 当时给你解释了一遍，你当时听懂了，但是不输出是记不住的，咱也没那么好的脑子。我之前分享过 AI 时代个人精进方法论，里面主要介绍的就是2阶的 SPA 模型，知识管理的输入和输出。刚刚我们已经通过 AI 的协助快速吸收了，然后就是输出。输出的核心结构化和产品化，还要有方法让你把收益最大化。那结构化的最佳工具永远是脑图，脑图也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核心生产力软件。我从前年开始一直用的是意图脑图 MindMaster， 软件本身是免费的，有一些高级功能收费。我是终身会员，我坚信好工具一定是付费的，这一点我是舍得花钱的。他们618有福利，比我当年买的时候还便宜一点，我也自掏腰包抽2个终身会员送粉丝。知识产品的输出从简单到复杂有这么几样：脑图、PPT、文章、视频。那接下来我就逐个演示。前面 AI 的解读依旧是海量的文本，需要结构化的总结，这就是 token 泛滥时代文本贬值。但是知识结构或者说体系框架反而更有价值，你不能刷到什么学什么，你得有体系。前面的发布会截屏可以直接拖到 MindMaster 脑图里 ，AI 解析直接从图片生成结构化的脑图，你就不用再慢慢的打字，然后你再稍微改一下主题文字和样式就可以了。外部 AI 的其他解释你也可以扩展加进来，这样你就能快速的得到一份结构化的知识脑图。这个脑图是所有知识产品的基础，后面不管你是写 PPT、写文章还是做视频，你都需要这一份逻辑结构清晰的框架。假设你想根据脑图的框架内容做一份 PPT， 你也可以交给 MindMaster， 它可以直接基于脑图或者其他文件生成 PPT， 或者基于一句话生成 PPT。但是用过 AI 的都知道，过程越偷懒，结果就越不可控。这里呢，我推荐你点击脑图的 AI 功能，然后选择生成单页 PPT。
基于选中的内容生成单页 PPT， 一次就选中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就是这一页 PPT 的核心结论，这个主题下的子主题就是 PPT 里的其他元素。注意看细节，它会根据脑图的文字进行总结归纳，会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或者精简。你可以在左边调整逻辑框架，像列表、流程、矩阵、层次等等都可以选，也可以点击左下角的编辑内容，文字描述也可以再修改。像这种从脑图直接生成单页 PPT 的精确控制，我是更喜欢的，单页生成质量更可控。如果你要基于脑图框架写一篇详细的文章，你可以点击主题 Ctrl+T 添加文本注释，其实就是分章节写文章嘛。文本注释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，让脑图可粗可细，长文本以注释的形式存在，那整份脑图就不至于那么臃肿。这就是脑图的创作自由，突然迸发的灵感你可以交给浮动主题，随时的见缝插针，长文本插入注释，脑图的颗粒度你可以随意的控制，脑图分支自由布局，能让逻辑结构跟着你的灵感自由拖拽。最后这几个核心主题的文本注释汇总到一起，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了，你就可以发到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上。最后输出视频也有超简单的法子，直接用电脑的前置摄像头录像，把注释的窗口挪到屏幕正中间靠近摄像头的位置，你就对着前面写好的注释文本念稿子就行了，你就能快速的做一条视频出来。如果你电脑的前置摄像头分辨率太低了，你可以用手机替代，或者拿 Insta360S Pro 2往那一夹，你就可以拍超高清的口播视频了。没想到吧，脑图还能当提词器用。其实做口播视频就这么简单，定个选题，列个脑图，写个脚本，录个口播，完事儿了。你看，这就是通过一份结构化的脑图产出 PPT， 产出文章，产出视频，就是这么方便。学习的同时还能顺便做个自媒体。2GS8最后一个 A 我想改一下，改成 Advantage， 知识管理要能给你带来收益。所以产品化输出很重要，因为它能极大的强化你的内化吸收，又能够传播分享，真的是一举两得。如果你是做视频，从框架到脚本到录制到剪辑到字幕，知识点起码在你的脑子里强化了10几遍，你一定能掌握得很好。虽然说这个产品化输出的过程会稍微麻烦一点，慢一点，但是相信我，慢慢来比较快。这种输出带来的成长非常扎实。好了，Token 泛滥时代的高效自学和产出我就分享完了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谢谢你的时间，下个视频再见。